好，来看看今天小狼啊，直接不废话，给大伙儿带来一个恐龙康啷康啷康啊！这次呢，并不是恐龙快打的，或者是什么《三国战记》的改版啊，这是《西游释厄传》的改版，它是《西游释厄传》的群魔乱舞改的这个伏魔版啊。目前呢是最高难度的速通啊，用了29分钟多啊。虽然说它是被固定为一个武将挑战模式啊，但是呢，毕竟啊这个武将挑战呢，它也是多了很多奇葩的武将啊，比如说小兵设计成的武将啊，所以说呢，它的游戏时间呢也并非像那个以前剧情模式啊那么长那么短，反正呢20多分钟通关啊，将近30分钟也差不多。咱们玩的是究极难度，而不是这个普通难度啊。如果是普通难度的话呢，最高记录是26分钟就能通关。咱们玩的是这个这个究极难度，就是最高难度。那最高难度的话没有办法啊，多了3分钟。操作的角色呢是龙马，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不用这个其他的这个角色啊？比如说像什么像什么这个叫什么红孩儿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甚至还有选唐僧的是吧？什么嫦娥什么，小龙女咱就不说了啊，还有这个紫霞什么的啊，它有好多把这个西2里加过来，但是这个版本呢，其实还是比较正常啊，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离谱。可以看到啊，这个上来呢，先是打这个小银角，然后呢再打这个金角。其实它严格来讲就是一个武将模式，然后呢，它把所有的这个妖怪啊都打一遍。总体来讲呢，打死之后呢，它也会爆这个东西啊。你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像这个这个玄冰斧啊，还有这个类似于像什么金刚咒，总体来讲呢，这些道具啊，这个无非就是打伤害。然后呢，再就是回血，然后再呢就小标道具，它跟《三国战记》还不一样啊，没有什么装备。那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改版呢，有那个红色衣服啊，比如说像这个衣服可以让你自己比较牛一点啊，这个说有这个让自己多倍攻击啊，或者加强攻击等等。再有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啊，比如说隐身珠和这个定珠。隐身珠的话呢啊，大家伙儿懂啊，这个就是隐身衣啊，定珠呢就是傀儡娃娃，一个意思啊，就跟神仙比的定也一样。当然大家一会儿可以看到啊，刚才那个蜘蛛呢并没有必要打，他选择了直接把等这个密室门一开，然后直接走就行。那这个呢选择呢用这个龙马的这个无限下上啊，这个下上的话呢可以看到啊是无限连击不假，但是由于呢咱们是这个究极难度啊，所以说它这个能量啊消耗的特别的快，在关键时刻呢连不上啊，这只能说或者说是这一套招呢打不了太多，只能是打着啊要回气儿。有的可以选择啊，有小兵的话呢，有的小兵可以爆这个那个1000分啊，那个爆那1000分吃的话呢，可以瞬间让自己的这个气儿啊这个变成满的啊，无论你是1个小万2个小万还是1个大万啊，反正都能满啊，包括没有万也可以满。然后这个呢，就是俗称大元神。小元神的话呢，咱们就是可以无限练；大元神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它是练完一下啊，你就必须得是那个大万。练完之后呢，变成没有连个小万都没有，1个万都没有的情况下呢，是半管能量啊，它是这么设计的啊，所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么一个理解。可以看到啊，一个陆力大仙和阳力大仙啊，双 boss。也就是说虎力大仙呢是这关的首关。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双 boss 的话呢，很多人说双 boss 是肯定比单 boss 难，这个不假，但是看2个什么 boss 啊，2个虽咖啊，就可能是比较拉了。如果是2个这个大幻魔，是不是就感觉很变态啊？当然可以看到，还是用这个小元神去打。然后呢，在这个输出的过程当中呢啊，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元神出鞘呢，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你面对着这个 boss 打，然后 boss 呢可以打到你的这个身后，可以看到啊，它是往回抠的啊，说这个设计，包括你像猪八戒的那个元神出鞘，它的撅。猴子啊还不太一样啊，这反正是最不一样的还是小龙女和这个沙悟净，它呢是变成左右两边的啊，这个效果。好，由于是速通啊，有的地方没有必要剪，它也没有必要像什么刚才那个施厄剑啊也不需要了啊，赶紧打。可以看到啊，这单挑混大仙，这个其实相反来讲就没有那么高的难度啊，大家伙都了解。但凡是 BOSS 啊，你要是单挑 BOSS。那就没啥意思啊，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单挑 BOSS 呢，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说，就看你的技能熟练度。
反正呢，这个 BOSS 可以被你无限连啊，对吧？好，一个通木杖，然后再把气儿一打满。很多人说为什么这招设计成无限连啊？这个当时我也不知道啊。由于咱们是这个西游释厄传的这个 Super 啊，然后延伸出来的这个群魔乱舞，尤其是咱们就说 Super 吧，它就是可以这么连的啊。你比如说，你像有那个1000分，你吃完你真的可以无限连，但是第一时间你要看好小兵。当然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呢选择什么呢？这个下上了之后啊，用这个就类似于像升龙这个姿势打完了之后呢，他可以选择用这个空中转下来啊，这个空中转下来之后呢，用来看这个小兵也是比较好。然后再有一点呢，可以给自己放这个定珠，然后来定住小兵和 BOSS， 然后再长气儿，然后再无限练。同时呢，要不然就是放隐身衣啊，或者说放能量珠，因为能量珠你放完之后也可以满。像这个刚才呢，咱们就是连着差不多了，血量一旦够了之后呢，就可以用元神加元神加大元神，然后直接把这个 BOSS 给抠死，然后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啊，就比较简单实在啊。可以看到，哎，这是一个蛇郎君，这个蛇郎君啊，这个咱就是理解不了啊。你蛇郎君我知道，这个蛇和狼。这还不是一个物种啊！这换了个皮肤，然后可以放一些小技能，看不看见啊？这比较有意思。好，一旦呢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万啊，就可以气儿满的话就可以练这个招式，这个招式需要1颗小万就可以。如果说是那个组合技必杀呢，只需要气儿满就行。啊，这玩意儿每一个这个设计啊都是非常合情合理啊。就比如说你像有的招啊，包括原地发功，包括跳正摇啊，这个不需要万就行。像刚才这招呢需要1个万，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2个万的话才可以练元神，然后呢，最终的这个目前咱们现在这个状态，这个大万呢是可以练大元神啊，当然还可以练乾坤10连斩啊。乾坤10连斩呢，你像啊，很多人说乾坤10连斩啊，这个没有啥用啊。CS 的话呢，确实是啊，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克制这个关卡你才可以练。但是如果你要不是 CS， 你是咱们这个群魔啊，当然咱们这个伏魔版啊，这可能又变态了一点啊。你是群魔的话呢，咱们除了会以变人之外啊，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像刚才我说的，每一关你都可以乾坤10连斩，但是呢，用处不是特别大啊。你像刚才很多人练这个乾坤10连斩，它用处是干什么用的呢？它就是选择这个。用一个乾坤10连斩，然后把自己呢这个气儿呢瞬间变没，大家可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瞬间变成就减半儿，因为它这个并不像这个大元神啊，或者说是这个或者是哎就比如说大元神吧，就练完之后不就没有万了吗？啊，就变成了半管气儿，但是没有万。但是你如果说乾坤10连斩的话，可以迅速让自己呢这个变成半管气儿，但是呢万不消失。有的时候呢，你可以让，因为你要控制它的这个气儿满的持续时间嘛啊。好，来看看单挑大水怪，它直接就是大水怪啊，这个并不是先打2个小水怪，然后大水怪，这样的话呢，可以先把它勾过来，然后可以看到这是双水怪嘛啊。好。躲一下，如果这个大水怪练全屏技能的话呢，你就必须像刚才练这个血杀，或者把自己变小，或者练这个一些无敌的招式啊，或者放隐身衣等等。如果你不这么整的话啊，确实是没有办法。有的招练就是无敌也可以，比如说元神出鞘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就是无敌的。好，你像他这个从空中落地啊，进这个泥土里扎你一下啊，这个招式呢，就完全没有必要说练无敌招去躲。你看，哎。好，这要练全屏招了，然后变小，你只要躲他第一点的判定啊就行。有很多人是觉得要把他的这个练这个大必杀给他躲，全部这个持续时间消失了我再出来，不用啊，你只要躲了他的一击，他就没有第2击的判定。哎，练了个必杀，结果这个必杀没有打出判定啊，这个就比较离谱，浪费了一点点时间，然后再练个金刚咒。个人感觉呢，其实刚才那个血量啊，如果你练这个大必杀，他应该也不会死。我感觉伤害应该是不够的啊。好，乾坤宝剑，雷电戟，总想着3叉戟啊，这雷电戟是什么鬼啊？好，来看看，直接就是盘丝儿洞，这盘丝儿洞，看这个，我一直想看这个唐老爷啊，有请唐老爷。好，蒙面蜘蛛女侠，还摆个 pose，很是拉风啊。
其实这个很多 BOSS 都非常多啊，有好多人可能都知道一些比较熟知的 BOSS。你像刚才那个蛇郎君啊，那就是咱是原创的了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类似于像我们大家伙儿了解的这个比如说像白眼魔，你可以选择跳过它嘛啊。还有一些 BOSS 你就没法绕过了，没有办法。这里面多了很多的 BOSS， 然后有很多的变态版本啊，把这个《西游释厄传2》啊里面的很多的这个角色。包括呢，也可以选择打这个孙悟空、猪八戒什么的。其实原本这个版本里面它就有，你像这个狮驼岭的这个狮子，它就可以这个让你对吧啊，让你这个变成你的样子。好 ，A 一点玄冰斧，但是没有死，这个伤害不够啊。不过也能补。主要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要最后练这个大元神？第一是正好等他气儿快要消失，然后练这个大元神呢，他的伤害非常的高啊！大家伙儿不要觉得大元神好像这个只是一个就比如说你像放赤鹤剑、玄冰斧一个类型，它不是啊！这个大元神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我觉得是最变态的，但它有一个也不能说弱啊，它也谈不上弱，它牛就牛在哪儿呢？它就是你伤害高，而且呢加分也高啊！当然加分的用处啊可能不太大啊，有的人可能为了讲命啊，咱就不说了。还有呢，最主要是啥？你练完了之后吧，你的队友啊不能动了啊。好，这里不小心挨干了一下，然后选择给自己放了个隐身啊，放了个秘。这里面刚才呢又有白眼魔，又有蜈蚣精啊，这俩人他不是一个人吗？啊，一个妖怪吗？啊，一个是没变身之前，一个是变身之后，是吧？哈哈。好，把气儿加满，然后利用这个元神，你看这个元神啊，这个给它勾过来，然后它就是这么打。这个白眼魔的速度挺快啊，然后再加气儿下跳给它打倒，第一时间啊，利用下跳打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有的时候你单 A 一点呢是打不倒的，有的 BOSS 呢你还不能一直 A， 很多玩闯关游戏都觉得好像1、2、3、4接个什么招啊。对吧？包括接什么投技啊，这个游戏就一般了。这个游戏不能是传统闯关游戏那么玩。好，再练大元神吧，我感觉可以练大元神了。OK， 你像打那个大水怪啊，由于大水怪那个必杀持续时间长啊，你还真对他没有什么别的招，所以说还好啊，OK， 直接拽走这一关的 BOSS 啊，可以看到，按理说是大蜘蛛。OK， 这些妹子，你这小紫衣服的妹子啊，这搁那玩水呢啊。OK， 可以看到他们头上扎的那个发束，怎么说呢？这个发束的话啊，这个是冒光啊，挺有意思。你看啊，都是粉色加一个蓝色冒水光。好，这里面呢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火龙啊？咱不知道啊，咱也不敢问。理论上来讲呢，这个火龙按理说是最后一关应该出来的，但由于它特殊的这个机制啊，一个雷电戟可以打2次伤害，这就相当于你雷霆万钧，对吧？打那个左慈一样啊，一个运气好的话可以打很多点，包括地遁书啊，是吧？天遁书的人遁书之类的。好，火云蒿没有吃，然后这里面打火蜘蛛，这样的话呢，作为武将模式啊，它出来了好多这个重复的怪啊，你像这个火蜘蛛呢，刚才在第2关的时候呢有4只，当然你可以选择跳过啊。好，这是左右互搏。好，在这里卡着位置啊，这个火蜘蛛不攻击咱们啊。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小 BOSS 啊，比如说像那个树也是小 BOSS。好，可以看到蜜啊、定珠这都好东西，赤恶剑，然后吃了个 S 牌。这里面你看它 A 一下直接捡起来，并不是当宝啊，加时器并不是当宝的，吃了就可以。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大万了，然后呢放的这个有节奏放 ，OK， 再加气儿，哎，站在这个位置比较安全。很多人不会打这个蜘蛛王，但是这个蜘蛛王说实话，它没有沉下去的时候啊，确实比较难打。好，可以看到啊，这是混元功。啊，这个预知造化混元功，去看《西游释厄传》啊，混元功，我是混元功法啊，混元太极门掌门人马保国啊。刚才有朋友问我，马老师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怎么回事？我一看哦，原来是佐田啊，有2个年轻人，一个体重80多公斤，一个体重90多公斤。他们说啊，说马老师，我在健身房练功把颈椎练坏了，你能不能教我混元功法啊？这就是混元功法啊！
这个混元功打他，其实按理说正好使，但是挺危险，赶紧定桌，然后练混元功。这个混元功练完之后呢，也是让自己强行变成没有万的这个气儿，然后这个气儿呢会持续的减，然后你最后呢你就拍10下啊，这一顿拍，然后是恶剑。这个是恶剑小的时候觉得是恶剑是啥啊？是恶剑是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时候的剑啊，叫是恶剑啊。那传说中这都是为了这当皇帝为了给自己啊整一点玄的乎楞的东西啊，就是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啊。好，那这一关呢，并不是最后一关啊。很多人觉得啊，看到蜘蛛这一关都感觉好像应该打到快倒数第二关了吧？没有，后面还有狮驼岭，狮驼岭之后呢，还有陷空山无底洞，然后才是牛魔王火焰山啊。OK， 上来就是大鹏王。这个严格来讲，这个大鹏王啊，确实比较尊重这个《西游记》100回本的这个原著啊。大鹏王虽然说啊，在速度上非常快。但武力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啊，所以说他作为狮驼岭的第一个 BOSS， 然后非常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很多人说好像那2个 BOSS 合起来都打不过孙悟空，加上一帮小兵，但是呢，这个孙悟空打不过大鹏王，孙悟空加上这个悟净八戒一起去打他们哥仨也打不过啊。那是看咱们原本的这个86版《西游记》看的啊。这个当然也不是86版啊，应该说是98版啊。虽然说是可以被当成一个版。但是呢，这个由于86版没有拍啊，98版补拍。但个人感觉啊，这就是我们玩这个游戏。你比如说咱们玩那个传说中的啊，无论是什么啊，你比如说咱们玩英雄联盟、王者荣耀，或者说哪怕是玩网游，对吧？你速度快，这是一个可以判断这个强不强的啊。但主要呢，还有就是攻击力啊、防御力啊、魔法力啊、技能的数值啊，还有普攻的效果，是吧？光速度快，你推不了塔，对吧？你打不出伤害，那也不行，对不对？啊，这都是有说法的啊，对吧？对吧？包括还有一些控制技能，你像这个《西游记》里面的控制技能，你比如说你像这个他们的法宝，你像他们有这个什么各种瓶子啊。天地什么什么瓶啊，对吧？包括有像控制的技能的话，就是什么镇元大仙的这个乾坤袖，啊，对吧？袖里乾坤，然后像这个九灵元圣的那个啊，对吧？他这个可以把这帮人都吞到自己嘴里面啊，这也是一个比较强的控制类型技能。孙悟空也有啊，你像什么催眠啊。对吧？它有这个瞌睡虫啊，虽然说也是一种消耗型的道具啊，但是这种道具呢，这个孙悟空并非是一直用这个道具啊，他自己本身呢72变里面就有这个设计啊。同时呢，再有一点，这个类似于像什么这个什么比如说你像这个武力值比较强，还是武器比较强，对吧？啊，这个都是说啊，再就是魔法值。对吧？魔法值这种东西很正常，你包括像什么法宝类型的也是控制啊，对吧？你这紧箍咒是不是啊？也算。好，可以看到这有点难度啊，这挨打特别的疼。当然，很多人说问我小狼啊，到底谁是整个《西游记》里面最强的妖精啊？不算神仙啊，也不但是我想说什么？最强的妖怪啊，如果是个人能力最强的妖怪，应该是九灵元圣啊，这是最强的啊。如果要是说速度最快的啊，这个就是大鹏啊，这个金翅大鹏雕啊。那如果说是依靠法宝谁最厉害呢啊？依靠法宝呢啊，这个个人感觉呢啊，他并不是说这个，我并不觉得这个独角这叫什么四大，那字念啥啊？就是就是青牛精啊，他手里有个金刚镯。其实要是按理说啊，这个这个叫什么黄眉道童啊，对吧？黄眉怪啊，他的这个法宝啊也非常厉害，而且他有3件法宝啊，非常的厉害啊。这个你像老牛只有1个法宝，很多人说牛魔王厉不厉害啊？在这里啊，我很负责任跟大家伙说，牛魔王厉不厉害不知道，你拿孙悟空举例啊，牛魔王肯定是打不过孙悟空的啊。有人说，哎，看那个里面这个牛魔王是能打得过啊，这个感觉好像把孙悟空猪八戒追得满大跑。那都没动火，那孙悟空猪八戒说：“我还不得憋死我手里，对吧？我得告诉你，我得告诉你，天庭也好，还是哪也好，都干你，对吧？啊，哎，这个再加上老牛也被克，
所以说也这么回事啊。在这里呢，咱也不评价怎么样。其实你把《西游记》当成一个武侠小说来评价啊，明显呢，它这个就有点不太负责任啊。本身这个咱们作为四大名著啊，四大名著之首，对吧？你像这个《红楼梦》，你要光看这个。对吧？宝玉呀，什么宝钗呀，什么黛玉呀，什么晴雯呐，什么这些人，你老看这个，那你不如看是吧？那你就看错了啊，对吧？之所以它是名著，它并不是光看那个的，对不对？你像这个《西游记》也是啊，打打杀杀这种事儿吧，这江湖不是打打杀杀啊。但是咱们呢，总愿意给人分这个高低，就包括你像三国里面，你想给武将分高低还能理解，你给这个谋士还要分高低啊，这就有点离谱了，对不对？啊，对吧？这个个人说这个意思，但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尤其是像金庸武侠系列，很多人也要给这个金庸武侠呢评分啊，对吧？什么时期？这个人战斗力怎么样啊？看战绩，然后再看设定，然后再看旁白啊，对吧？这个有这个设计啊，你这个还能好一点啊？我觉得能比较离谱。本身呢，第一啊，它首先它100%是假的，对吧？啊，虽然说有的地方是借用了一些历史的这个原型，啊，然后呢，第二呢啥呢？那武功这玩意儿，你是吧？啊，自从有了摄像机之后啊，这个这些大师好像就不咋地了，对不对啊？就开始闪电5连鞭了，开始啊。那再呢就是说，这个毕竟啊，你怎么排都行，是吧？你怎么排都行。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有的他就毋庸置疑的排啊，你《三国演义》那吕布排第一，对吧？那是毋庸置疑的，对不对？啊，对吧？但是你如果说是你像这个叫什么来着啊？这个有一些这个东西就没法排了啊，像《西游记》这个确实不太好排啊。这个也没法说，毕竟人家没打，只能是以孙悟空为参考单位。《西游记》是完全是一个章回体啊，就是说，我就像《我爱我家》啊，什么武林外传啊，像东北一家人啥的，就是属于这种这个情景剧啊，就是咱说这吧，就是有一个大主线，对吧？然后但是每一章都有一个独立的故事。是吧？当然，这个之间有没有抗衡呢？出场比较多的妖怪啊，且可能只有这么一位啊，就是说这个谁呢？叫这个，在这里呢，这个气儿消耗的非常的慢啊。刚才给自己练一个乾坤10连斩被中断了啊，这我也没，这个练这招居然不无敌啊，这也是离谱。好，单挑牛魔王啊。当然，我在想一个事儿，最主要的是这个作为一个单元剧。然后呢，这个出场最多的，我印象中应该就是奎木狼了啊，也是我狼啊，奎木狼出场的比较多啊。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也有，对吧？打这个犀牛贺州的这个3个犀牛精啊也有。然后呢，作为一个第一反派，而且呢，这个反派呢还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跟这个百花羞是吧啊？然后还把唐僧变成一只大老虎，然后这个戏份比较足，是吧？所以说呢，就比较有趣嘛啊，这个角色。当然要说起来，这个28星宿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这个亢金龙啊。小时候看这个《西游记》里面，这个亢金龙是真非常可爱啊，拿这个脚钻那个金箔。啊，钻这个金箔之后呢，然后这个孙悟空从他的脚里面变小了，钻出去啊，可以看出来亢金龙这个能力是非常强。那个金箔一般来讲从里面很难打碎，亢金龙居然能钻进去，想一想也是牛啊！你想想啊，对吧？金木水火土啊，金啊这个代表了权力啊，代表了富贵啊，金黄白之物，而且呢是五行当中的第一个啊，对吧？金克木嘛，第一个啊。然后呢，这个再加上呢，它是这个，对吧？它是这个龙，对吧？这个28星宿里面都是啊，这个金木水火土日月，每样4个，对吧？这个龙呢又被誉为这个祥瑞嘛啊，龙啊凤啊龙啊凤啊，还有麒麟，对吧？这都是啊。所以说这个亢金龙呢牛逼也是可以理解的啊。而这个你像什么这个景木安、角木蛟。啊，什么奎木狼，对吧？这个木属性的啊，对吧？这个就可能另说了啊，这可能听起来就一般。你像这个
这个狼是吧？哈哈，这个角的话呢，很多人说怎么样？那角不也是角龙吗？啊，这个按照咱们中国神话里分啊，这个反正我是忘记了，以前我是做过背书的啊，当然我也不拿这玩意儿吃饭啊。这个龙呢是分为好几种啊，对吧？最开始咱们说有入门级的龙，很多人说鲤鱼跳跃龙门，这个鲤鱼变成龙，对吧？这个水里的东西啊，龙子龙孙嘛啊，对吧？这个也可以说啊，对吧？很多人叫金龙鱼是吧？有一种鱼，现在银龙鱼、金龙鱼也是观赏之物嘛啊，也是这么说啊。因为世界上按照我们现有的这个生物图鉴里面是没有谁也没有见过龙啊，应该都是传说级的啊，也就是说人臆造出来的啊，就是可能是啊，综合了很多动物的优点，然后组成的这么个东西啊，还会没有翅膀但会飞，有的会吐水，有的会喷火，是吧？啊，这个就比较神奇了啊。然后呢，你像这个分的好几种，再往上呢说怎么样会变成啥，怎么样会变成角，然后再怎么样会变成这个龙，最终才是完全体五爪金龙啊。这个龙要是5个爪的话啊，这个就比较厉害啊，对吧？当然这个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你包括你像这个僵尸，很多人分析啊说这个观音的坐骑啊，这个叫什么来着？叫这个。突然间想不起来了啊！金毛吼啊，金毛吼就是一个黄色的这一个吼，这个吼是个啥呢？分析啊，它是一个不死的一个僵尸啊，在中国的那种僵尸，然后僵尸呢还往上成精了，然后再修炼，最后的成为他这么个玩意儿啊！大家伙儿应该理解我说的意思吧？这个中国的僵尸啊，这个也是有等级的啊，僵尸也是有等级的。对吧？当然了，咱们看后面也有这个什么啊，特殊感染者特感，对吧？有这个普通的僵尸，然后特殊感染者呢变成 hunter， 啊，变成什么 joker 啊，什么 bomber， 什么tank 之类的啊 ，smoker 啥的啊。当然了，这个很多也有啊，像生化危机的也有，是吧？感染了 T 病毒之后啊，对吧？有的，是吧？有各种各样的啊，什么暴君。什么这个那个的啊，这个也是特殊感染者啊，不一样。好，这里面呢跟大家伙说啊，这个事实上呢，其实单挑幻魔的话也是有一定难度啊。这个幻魔之后呢，还有这个大幻魔，但是这个应该简简单单的啊，可以看得出来啊，咱们这里呢还是要靠个人的技术。虽然说呢，基本上是个大神玩武将模式啊，随随便便都能通关，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但是呢，想要速通，大家伙儿正所谓欲速则不达。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咱们这个恐龙康朗啊，它是，把这个 Y 轴卡的特别好，基本上它的技能和 BOSS 的技能都已经完全的就已经整明白了啊，就是他就是打不着我，而我在这个位上我就能打着他。可以看到啊，卡 Y 轴。然后呢，打这个升龙的时候，左升右升啊，完全没有考虑这个幻魔的感受啊。这是一个大蝎子，不过呢，说起这个蝎子啊，如果说最彪悍的妖怪呢，我倒认为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蝎子精啊。蝎子精呢，是连这个如来佛祖啊，都被他蛰过一次，而且全身而退。啊，因为害怕疼，所以放他走了。但是呢，有很多种妖怪，我觉得他牛是牛，包括白眼魔把孙悟空打败了，是不是啊？但是呢，这种人嘛，他就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是太容易被克。你没见过谁说克孙悟空的，对吧？啊，没有几个人说我克孙悟空。但是呢，有人我说我对吧？我这个我就克你谁呢？我就克你这个这个蜈蚣精，我这个叫某日星官啊，对吧？还是金木水火土日月按日来算的啊，它是个鸡啊，它是28星宿啊，它出场也比较多啊一个是白眼魔，他出场是因为他母亲皮兰婆拿他这也算是谈到他了，对吧？用他眼睛里修炼出的一根针把他给扎掉了嘛，这也是跟他有关，对吧？然后大闹天宫的时候也有他的，就不说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蝎子精啊，他是自己亲自出手。蝎子精连如来佛都被他蛰完之后，赶紧怕再被蛰一下，放他走了。但是没想到这个鸡克他就跟玩一样，这物种相克啊，这是没办法啊，这就是贴着肚皮宰啊，传说中的就我生克你啊。其实这个游戏咱们也有相克的啊。其实为什么说很多人说，包括说，哎，老沙为什么这个游戏老沙会挺厉害的啊？因为老沙呢，在某种意义上呢，它克制第2关和最后一关。那最后一关是所有游戏当中最难打的，没有之一嘛，对吧？而这个所有人都不克，就老沙能克制这一关，那这就非常重要了，对吧？那相当牛逼了啊！他能克制一关，克制一关，很多人说，那我还是能进这个大幻魔的幻境啊。
对吧？但是呢，我也能让大幻魔进我的幻境，同时啊，咱就不说进不进幻境的问题，在伤害上这一块，对吧？我就克你。对吧？那火克金，那如果你选小龙女，是不是？那你就被这个火克了。最后一关是火呀，你的水克火呀。所以说老沙呢，相反在这个游戏里面设计的还真挺厉害。再加上呢，很多人想把它设计组呢，想把它设计成不厉害，啊，包括它的攻击、它的设定都很弱。但是没想到他想设计弱，结果他妈整傻逼了，变得更牛了，你咋整？你说啊 ？OK， 来看看这里面在这个伤害啊，这个就比较低。而且咱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木生火啊，咱们呢是木属性的啊，然后这个最后一关大幻魔是火属性。好了，你可以看到我管你什么属性，我一个大元神你就有点死。29分钟多一奶奶通关，唐僧最后出来。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儿支持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